环岛这件事，我想是许多台湾人的人生清单之一，是一趟充满意义的朝圣之旅。这次跟我同行的许多观众里面，有很多人是从未踏上过这段旅程的。但这一次，我将带领大家一起出发。当天虽然寒流来袭，但是正是这份挑战呢，让我们更能体会环岛的意义啊！我们将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乡村，再从壮丽的山川到辽阔的海洋。我们会用我们的双轮来丈量这片土地的温度和故事。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都不一样，对我而言，人生什么都带不走，唯一带得走的只有我的体验。所以我喜欢骑着摩托车，用镜头捕捉每一寸的风景，每一帧的画面对我来说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情的告白啊！让我们一起迎接这场属于我们的冒险跟挑战吧！跟着我们这支影片的第一视角来探索环岛的无尽美好吧！但是讲了这么多的美好，难免还是会遇到马路的恶霸啦。但这只是小小的插曲，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。如果你还没有环岛过，看完我们这部4集点的环岛影片，画上你的耳朵拜，出发环岛吧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哥。现在呢，早上6点钟，为什么那么早起床呢？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环岛。每次出去汽车旅行呢，我都要背这个包包。今天终于不用再背这个，因为有个更大的包包可以帮我背包包。这次我们是3天2夜的行程，然后这次要去环4极点。那这个行程我看那个导航其实蛮硬的，行程非常赶，所以才要这么早出门。但沿途会有一些伙伴能跟我们一起同行。但今天一早呢，有一个陪跑员，欧米，欧米呢，他本来想跟完全程，但是没办法请假，可惜啊。没办法请3天呐，没关系，那个跟我们跑一小段吧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富贵角灯塔在等我们了。OK， 出发啦！我们仪表归零，看看你总共会骑几公里。各位，你们现在听我声音可能没有很清楚，因为现在下雨，我没办法接麦克风，只能让那个 GoPro 在外面收音了。待会如果整路收音不好的话呢，我就会用配旁白的方式哦。现在大家都全副武装，这个基隆真的太会下雨了，我懂啊。在我们出发的前几天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，就这么刚好在我们出发的这一天来个大寒流又下雨，真的是让我们大家都印象深刻啊！从基隆跟我一起出发的总共有5台车，我们会先一起到富贵角灯塔，之后其他的车友大概8台车会在台北陆续跟我们会合。那真的很感谢 YT 创作者爱做梦的大叔阿元，全台湾最会环岛的男人，帮我提供了这3天的路线图，并且完美的避开很多不必要路段，帮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。这一次4极点的环岛安排3天，其实是非常紧凑的。这3天里面的时间要完成4极点，平均1天要骑400公里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体力很大的考验，并且在里面也有2-3位新手。这一次包含我同行的12位车友里面，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环岛过的经验。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之下，究竟大家能不能够同心协力完成这次的环岛行程呢？会不会有人半途而废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哇，看到灯塔了！哎，早！哦，大家都很早。小心哦，不要停到那个洞里面哦。峰哥，我先回去拿东西。好，你要回去拿东西。对。你家很近。在那个台北那边，因为我到时候到桃园跟你会合。哦，好哦，那你还特别过来这边哦。对。哇，辛苦啊。好 ，OK。好，待会见。待会见。这个我们车友呢，他东西忘记了，早上带我，他本来说台北那个巴黎那边集合，结果他还来这边跟我们会合。酷，待会见。哎，你好。哎，您是？我才去在里面才1个礼拜而已。阿三哥，我留阿三哥。哦，阿三哥哦。我想要跟骑一下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台北，欢迎。我从社子那边骑过来。好哇，辛苦。好。喂。那待会我们就一起走进去吧。我们河浪呢，现在在用它的3轴稳定器，欧米拿 GoPro， 宇翔拿360，真的是好帮手啊。然后这个是谁？这个是我今天的伙伴，他还穿雨衣哦。他叫什么？他是乌萨奇。各位，这个我不太理解的世界。带小朋友出来玩。对，带小朋友出来。好，我们可以出发了。富贵角公园 ，Go！ 好，左边是往富贵角灯塔，右边是老梅沙滩。我们出来有时间再去老梅沙滩看一下。我们先去我们的目的地富贵角灯塔，还有1公里。这个环岛的行程其实已经期待超过1年的时间了，终于让我们成型。但我想说12月会比较凉爽的时候嘛，怎么知道说今年的冬天呢？感觉冷得比较快。一般这个时候12月可能还有点热呢。
我印象中啦，有1、2年是这样子，结果今年有寒流。今天我们出发刚好寒流，走下渡后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就是老梅沙滩。刚刚我们那个分叉点那边，这边看反而觉得比较漂亮，应该不用特别走下去了，因为全部脚都是沙。我们刚骑过来，才要30-40分钟而已。这一次为什么环岛会安排4级点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我觉得比较简单，这个路线是简单的，而且又可以完整的从台湾头到台湾尾。4级嘛，顾名思义嘛，极北、极东、极西、极南，那4个点串在一起，不就台湾刚好环一圈吗？所以我觉得新手环岛4级点很适合。我觉得富贵角灯塔应该是这个4级点里面停车场之后要走最远的一个灯塔。所以如果从北部要环岛的，我建议就先从富贵角开始，先苦后甘啊。后面会干吗？我也不确定。灯塔还没到，怎么那么远？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啊！跑起来！跑起来啊！赶行程啊！不行，环岛呢就是要轻轻松松，好不好？迟到就迟到了，晚到就晚到啊，能到就好了，对吧？没有啊，我之后想要跑24耐。你想24耐，你改题，快点！啊，我老了。那48耐。啊，48耐可以的。喂，看到灯塔了。噔噔，第一站，极北点富贵角灯塔。所以，因为富贵角灯塔9点才开始营业，现在8点出头而已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进去。我们就在那边稍微远眺的欣赏一下吧。哦，这什么鬼？李翔，昨天考到驾照，现在就上路，感觉如何？很紧张，很刺激啊！很刺激。我想那个熄火会吗？会啊，会熄火，就是跟考场跟道路上还是有差异啦。当然。对。我想这一趟回去啊，你直接就升级了，你直接就变成新手升级，变老手，1000公里直接让你马上整个都热起来了。对啊，会熄火正常啦。那你要沿路了，你就是慢慢适应，骑最后一台，跟不上没关系，只要到得到目的地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慢慢骑，安全第一。怎么样？刚刚拍得很开心吗？拍得很开心，我好漂亮啊！专业的摄影师帮你拍，你不觉得那个感觉有升级的感觉吗？我直接 level up。有了，人生呢就是要留下最美丽的那一瞬间。那人生精彩的瞬间把握住的话，到老来看你会觉得回味无穷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的记录一切好像就是很稀松平常，但是等我们过了一些时日来看呢，那个内心的感触，你会觉得很有一种惆怅，又有人家讲的那种情怀啦、回忆啊。OK， 是吧？现在讲这个他有点太天真，因为他年纪还轻，他还不是那么理解。因为我多了他20年的回忆啊。那个情怀我还不懂。他少了我20年的回忆啊，这样你们懂了吗？就差在这边了。好了，小鱼跟阿三哥，小鱼是那个第一次车聚就有来参加过，第一次那个大车聚的时候，哇，小阿鲁对不对？然后今天骑什么？今天骑春风的450 SR。哇，你有2台车哦？没有，卖掉。卖掉。哦，就慢慢升级上去。不错不错，阿三哥好像骑最新的剑齿5，我刚看到。是的，是。赞呢，剑齿5车不错哎。不错，蛮好骑的。所以阿三哥今天是跟我们小跑一段而已。对。那要跟我们跑到哪里？台北。台北哦。对啊。好，我们在台北过来要骑回台北。OK， 谢谢啦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巴黎，跟我们的一些到时候跟我们一起同行的伙伴集合。OK， 出发了。2、3。OK， 各位出发喽！下一站，巴黎大坎7门市，来跟车友会合。半年哇，又见面了。上次我们去那个力霸产业道路，差不多才过1个月而已吧，刚好1个月，然后就要环岛了，时间过很快。今天你们是1人7台吗？对啊。下一站要给你们一点惊喜，那个吃饭地方有一位网红要招待我们吃东西，全台湾最会环岛的男人，是吧？各位啊，真的把雨裤脱了，结果下大雨了 ，Oh my god！ 刚刚很多车友他们都没有雨衣，好吧？这
个就是环岛了，环岛就是要这么精彩。哇，第一次走西滨，这边风景不错哦，哇，这雨势好大。本来刚刚在巴黎的超商还是好天气，没有下雨，结果一上西滨快速道路就下大雨，又湿又冷，风又大。很多人跟我一样是第一次走西滨快速道路，就让我们大家这么印象深刻。这次要招待我们吃午餐的人呢，就是全台湾最会环岛的男人，爱做梦的大叔阿丸。他截至目前为止已经环过25次岛，也拍了很多部环岛的影片。因为跟阿丸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，他得知我要环岛的消息，二话不说，马上说要招待我们吃午餐。去他姑姑开的店吃炸鸡，真的是太赞了！我也没有跟同行的观众们说要去哪边吃午餐，算是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啦。1、2、3，来！好，退，把鼓。那个惊喜就是呢，来带来爱做梦的大叔阿元这边。这个大家都有看过阿元吧？请大家吃炸鸡。全台湾的环岛达人。没有。这一次的行程就是感谢他帮我安排啊，让我们这个行程可以比较顺一点。对。阿丸直接请我们大家吃炸鸡。对，快点，不要客气哦。太棒了。然后要再讲没有？阿丸不是在这边上班哦。对，这间店不是我开的哦。很多人都以为阿丸在那个胖马街上班。这是谁开的？这间店是我姑姑开的。哦，姑姑开的，然后他偶尔会来帮忙这样。我偶尔很忙的时候我才会来帮忙。啊，平常呢基本上都不在这里，都在家里剪片。感谢阿丸招待。感谢。我本来有说要跟孟哥一起去啊，但是因为我片赶不完，所以我就没办法陪他去。不然我很想去的，我很久没有环岛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知道他的片是大片啊，他的片都很长。赶快先吃啊！先吃，拜托。对，给我们一点吃的画面吧。而且这个全部都是阿丸赞助的，阿丸真的很客气啊。不会啦，刚好这么冷的天气，这么温暖的地方，也不能说是我赞助，是我姑姑赞助的，因为我没有花到钱。那真不好意思，可以自己不用花到钱，没关系啊。我是借花献佛。桃园草踏胖老街观音店，感谢姑姑赞助。感谢姑姑赞助这个这么多丰盛的一餐。赞助。来稍微 take 一下我们这个帅哥，这个帅哥昨天考到中医驾照，今天跟我环岛。哎呦，那你要小心哎。慢慢骑，沿路要小心哦。我就说他骑最后一个会倒就好，没关系。鸡腿要多吃一点哦。我昨天超担心他的，他昨天跟我说他车要去贴膜什么的。哦，刚考到驾照，晚上那个驾训班就叫他去拿驾照，是，然后隔天一早就要跟我环岛。哦，他对这台车完全不熟悉，刚沿路上骑我10次，这趟回去就变高手，真的很勇敢。哎，这个爱妃是吗？爱妃也是重机驾照的新手。对，真的吗？骑多久了2个月。2个月而已。第一次环岛吗？对。Yeah， 调查一下，我们今天第一次环岛举手。我根本不算。哇，你怎么会第一次？我是第一次呢。我第一次环岛，真的，我是第一次环岛，不要怀疑。帮大家增加行李一下。我有买那个轻薄的贴片，跟我做一个那个好贴心小卡片，想说大家可以注意保暖，沿路下雨很冷。太贴心了，骑行平安。你呢？我特别写那个注意大车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小心一点。他知道你是新手了。欧米真的是好贴心啊，帮大家做了一张骑行平安的小卡片以外，还附上一个暖暖包。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，大家的内心都温暖了起来。只可惜欧米待会还要上班，没办法跟我们一起骑完全程啊，只能陪我们到这边啦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一起来挑战。感谢，谢谢。感谢阿丸今天特别招待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休息的差不多了，准备出发国圣灯塔。下去沿路应该只会休息一站，在彰化加个油，然后要赶在天黑之前到国圣灯塔。出发！好险，今天有这一咖。50公升，50公升超猛。然后把这个大包包再塞进这个更大的包包。不对啊，你那个大包包不是有防水吗？完全防水。那你还可以把它塞进去哦，那么厉害。超巧。感谢复合乐视赞，感谢复合乐视赞助。梦浪骑士环岛团出发！小心骑哦，阿丸谢谢哦，谢谢，拜拜，一路顺风，小心哦。从
阿元那边出来，到我们下一个预计的休息点张公加油站，大概还要再骑144公里左右。这段路也是很远，所以先请大家把雨衣穿好。不晓得这个雨还要下多远，因为有些人没穿雨衣，怕他们淋雨淋太久。结果不出我所料，已经骑了半个小时，雨还在下，好险大家有穿上雨衣。因为每台车油箱容量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只要骑一段路有遇到加油站呢，我就会先请大家把油加满，以防万一中间有人掉掐就麻烦了。哇，这个车就是省油，跟我一样的，会省油，还行吗？其实这趟出来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趟真正的冒险，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环过岛，不晓得自己的体能的极限在哪里。我相信当天大部分的新手都没有在这么寒冷的情况下骑这么远的车。所以到我们下一个休息点张公加油站，从这边开始算起来，大概还要再骑100公里左右。中间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特别休息，除非要下匝道。但是因为我们行程时间又比较急迫，所以从这边开始呢，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。因为要一路骑快速道路，骑100公里都不能休息。这3台排气管都超好听，年轻人啊，这个就是青春啊。骑的这台 BMW 是 S1000R， 属于公升级的跑车，声音真的是非常好听啊。跟他同行的女朋友还有冠城呢，他们都是骑仿赛，但是他们的管呢都改得很好听，都不是那种很泡很吵的，都是那种很有质感的、很低沉饱满的那种声浪。在大家一起骑行的路上，能够听到这个悦耳动听的声音，也算是一个提振精神的良药啊。目前骑了1个多小时的西滨快速道路，骑到台中，终于开始放晴了。目前骑西滨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我觉得就像是在骑高速公路一样，因为它跟高速公路几乎没什么两样，除了风比较大以外，那路幅也不会比较小。但是呢，整个骑起来我觉得是很舒服的。那当然危险性呢有，因为速度快，但你只要跟前车保持距离，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性。那我也实在是搞不太懂，为什么高速公路没办法开放给大型重机呢？因为我觉得这边感觉比高速公路还危险啊，因为大货车很多，风又大。对机车来讲，反而是风险比较高，但是它却能够开放重机通行。那我觉得是不是高速公路有一天也能够通行呢？只要有好的配套措施，我相信也是安全的。最后带我们骑了将近1个小时，终于下匝道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到那个张公加油站中间的一个补给点。OK， 我们现在在中彰加油站旁边 7 小歇一下。目前我们刚刚这样一路骑，大概骑了1个半小时。那你们这样骑会累吗？不会累。艾菲是也是新手，他骑2个月。那你刚刚这样骑完全不会累？不会，体力很好呢。哦，喜欢。喜欢。各位有听到吗？喜欢。OK。环岛温环路啦，开了对吧？待会我们还要继续站，差不多1个半小时才会到台南。没问题。对，你有想象过这样自己一天骑400公里这么疯狂吗？第一次哦。OK。想尝试。你会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好，艾菲，谢谢。谢谢宇哥。宇翔是昨天拿到驾照之后来。你的心得应该会最贴切新手的感觉，顺便练习啊，有慢慢的变顺啊。你大概回忆一下，你刚刚骑我几次？7、8次吧。7、8次，正常啊。既然后面还有车，真的会怕。不过你像直上4缸，看起来怎么样？应该没有后悔买4缸车。没有后悔。有相信我的推荐了。对，差点要买300啊。不是因为他的个性是喜欢速度。那当然，像我们一些只要有路权的人，黄牌是 OK 的。但是他有速度，他绝对不会买单缸，他一定会后悔。你今天马上所有道路都可以测试到，这种长途的，到时候跑山路的，然后好海线的，你都会经历到。OK。山路哦。山路也会跑一点，我们在旭海那段会有山路。再努力。好，那等一下继续那个南下咯。那个敏敏跟77嘛，还有冠城，你们环过几次岛？我3次。我1年2次啊。1年2次？对啊。你呢？跟他们玩过1次。那但是你也是新手，你也是刚买重机。他们超糗的，他们刚车子都有定速，所以这个时候有定速的车，优势就出来了。OK， 那待会你们继续定速下去了，那我们继续就手印下去了哦。OK， 事不宜迟，天快黑了，台南国盛灯塔 ，Let's go。OK， 出发喽。现在差不多下午4点了。哇，已经比我们预计的时间要再晚差不多1个多小时，但我觉得安全到达比较重要，因为这个过程呢，对我们第一次环岛人来说，确实是有点累，我觉得可能需要多点休息，会比较安全啊，安全第一啊！哇吼，大好天呐，太好了！
刚刚一路雨战，从基隆将近骑到彰化，才没有雨。至少现在都好天了，舒服许多了。目前看导航还有1个半小时才会到国圣灯塔。我觉得西滨这段确实就像人家讲的，好像比较无聊一点点。但是说真的，我觉得风景还不差可能是我第一次骑吧。没有看过的风景呢，总是那么的美。但是有些风景我觉得看了也不会腻，像西滨刚沿路有些路段那个风力发电的那个风车，还有整个海岸线，看起来其实挺壮观的。跟我们一般看那种海线的感觉又不太一样，然后又有这个快速道路可以走，真棒。但重点是我们去的时候选择逆时针，这是因为这样不会逆风。现在是顺风，那逆风的话，有人说骑到连肩膀都会痛。然后回程的时候又可以沿着海线靠右边看整个花东地区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还没有很累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今天没有背包包，超舒服的啦。要感谢富俄乐斯赞助这个50公升的大行李包，哇，让我整个后背包可以放在里面，超舒服的。所以当然下车会比较麻烦，就要拿一次。但是呢，我宁愿麻烦一点，也要让身体没有负担，稍微轻松一点，让我这个汽车旅行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好好拍摄以外，然后也可以更享受骑行的乐趣。那我觉得环岛或者是露营，这个包包真的够用，50公升，容量超大，再加上富俄乐斯这2个马鞍包，12公升，两边加起来24公升，这个容量也很够用。放雨衣那像一些随车工具，还有打气机补胎剂都非常够用。虽然它没有到完全防水，但是它有附那个防水套。刚刚一路雨战到彰化，它也一滴水都没有渗，超实用，大推。另外也特别感谢这次5P 的代理商新创数位，提供给我一款最新的玄武手机架，不止超强的抗震能力，而且夹具上面也非常的牢固。因为我骑的是单缸车，所以车身抖动会比较大，但因为玄武手机架有了很强的抗震能力，能够好好保护我的镜头，不怕被震坏，让我在这趟旅行里面能够让我的手机好好的被保护着。从刚刚彰化的彰公加油站一路上来西滨之后，沿途终于都是好天气了，这1个半小时几乎不会有任何休息，好险好天没有在下雨，大伙们也都骑得越来越起劲了。最后骑西滨的心得就是风很大，风很大，并且这个时候单缸车的劣势就出来了，因为马力比较不足，沿路要维持90到100时速，真的比较吃力，稍微压低一点身子，减少风阻，会好骑很多。各位，终于要下匝道了，一路骑了111公里，哇，这个感受真特别，感觉真爽。现在看导航，下匝道之后，差不多在6、7公里就可以到国圣灯塔了。最后从13机甲往西港10份方向这个匝道下来之后，因为天色已晚，两边的水田离道路都很近，所以这边骑乘要特别小心，千万不要骑到田里面去了。当然建议来到这边天亮的状态是最好的，但眼前这黄昏落日的余晖也是别有一般风情啊！哇，你们现在听这个收音，应该可以听到很明显的风声。我已经尽量用那个兔毛还有一些海绵去抑制它的风噪声了，但是感觉应该风声还是很大。各位，那如果进来的话，如果你前面没车，对面没车，我觉得开远光灯视线会比较好一点。有车来再把远光灯调回近光灯就好。各位，你现在画面可能看不到，一直有沙飞过来，因为国圣灯塔听说那边很多沙，都是沙地，所以现在那个沙打在那个手皮肤上还蛮痛的，全部都是沙各位，不晓得你们看不看得到道路的尽头了吗？好，来这边有位置，我们终于抵达国圣灯塔了。哇，现在已经晚上了，风超大的。我们上去吧。超暗的啦，整个都是红灰刷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已经上来第2次了。刚刚呢，我们已经录完了，结果都没收到音。还好，没关系，大家还是很热血。我们后面呢，就是极西点的国圣灯塔啦。目前总共今天骑了400多公里，大家累吗？不会。还是很有精神。好，那一样秉持我们精神，我们梦浪骑士团国圣灯塔踩点成功！成功！因为没有进去，因为现在晚上太晚了，然后顾虑到大家安全，因为旁边你看这个堤防呢，怕大家不小心就会踩空，所以我们到这边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吃饭吧 ，Go！ 当天晚上实在是伸手不见五指，都没有灯光，太暗了，摄影机无法捕捉灯塔的样子。最后宇翔用他的 iPhone 手机，居然能够拍出这么清楚的国圣灯塔的照片，真是太强了 iPhone。那个明明的车极限了，已经快没有了。现在离加油站还有3.5公里，再撑一下快到了。因为明明的车油耗非常伤，它加满油1桶油大概只能跑150到200公里，所以要常常加油。
重点是它的油只能加98，不能加95。结果我们导航那个加油站，它居然没有95的，这个时候又更紧张了。再往下一个加油站，最后呢，好险有98，也及时到达了。最后完全在没有格数的情况下到达加油站。在加完油之后，这个时间已经来到晚上快8点的时候了。大伙们决定先到旅馆 check in， 再去找吃的。在3公里左右就到我们那个旅馆了，大家都很累了，肚子也很饿啦。先往左转，然后我们人员下去指引你。好，麻烦你，谢谢哦。因为我们那个是车牌辨识，所以你就是那个缝应该可以过得去，就是入场跟出场。哦，直接过就好了，对了。对，你先过去，然后我们服务人员下去。好，麻烦你哦，谢谢。所以那么多车出来呢，这个一定要先安排好，那不然会很难停车。那个小姐很好，帮我们留车位。右转再右转，一个车位停4个，辛苦了。不会，你辛苦了。不会不会，那个待会我们先上去check in之后，大概过15分钟后，我们在大厅集合，然后附近有东西可以吃，有那种合菜的。哦，这崩了！哇，原来台南也会有这么凉的时候。我一直觉得台南应该很热的，刚好这个时间点呢，寒流啊，但这样骑车也舒服了，比较不会那么热。那个佩奇，他是第一次自己骑车环岛，虽然他之前有环岛过，但是他都是坐后座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次为什么想要自己骑？想说反正也没骑过，而且第3次，试看看。也试看看。对啊。那个暂时让自己掌控那台车。没错。那这样骑你就会稍微觉得有比较累的感觉啊。有。所以你知道明明很累了哦。因为我都在后面睡觉。直接睡着哦。对。哇，好强哦！我靠。他还把我拉回来。有办法，还把你拉回来。因为我会往旁边倒。这个实在是，我只能说他们很强啊。要我坐后面睡着，那我讲要有非常大的信任，你一定是完全把生命全部交在手上，对不对？上车秒睡了。都那么相信你了，那还犹豫什么？所以要延续上一集的那个啤酒。没有啦。有看过上一集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各位，你们看一下我澎湃不？我告诉多少多啦？那个中南部呢，就什么都大，好不好？路也大，桌子也大。最后，大家在旅馆附近这间餐厅结束了今天的旅程。仔细想想，缘分也是蛮奇妙的。在出发之前，大家都彼此不认识，结果呢，经过了一整天，现在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而且接下来还要相处2天。在这个3天2夜的行程里面，能够一起环岛，真的是上辈子得来的缘分啊！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，因为一群不认识的人要集结在一起，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俗话说，一个人骑车可以非常自由自在，一群人骑车可以骑得更远。这句话我真的是完全的认同。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喜欢骑车的朋友，这样可以让每一段旅程都充满了一些意义和乐趣，一起享受这段风景。甚至在车子有问题的时候呢，彼此互相帮忙。我觉得靠朋友并不是一种依赖，是一种彼此扶持、共同进步的一种情感。大家一起骑车，不仅是对速度的追求，我觉得也是对友情的体验，以及对生活的热爱。那个各位今天辛苦了，我们大家来干一杯吧，虽然不是酒。来，我的第一次环岛，感谢你们大家参与，然后为彼此留下一个深刻的回忆，这个才是无价。OK， 来喝吧，不用干了哦。今天真的算是蛮充实的一天。我本身没有1天之内骑那么多公里数的，今天是骑了400多公里，当然是会有点累的，但是我觉得住的房间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第一晚就稍微住的好一点点，4星级的饭店，台邦旅店。这个进来看到就蛮漂亮的，我带你们看一下，书桌，还有沙发，双人床。那我们这是1人住1间，我们总共订了10间，那这个费用大概是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3000块左右。那我觉得这个价格 OK 的，唯一美中不足呢，我觉得它没有附矿泉水，就是你要自己去外面拿水。那我觉得已经很累了，还要去自己去拿水，我就觉得这点比较不贴心。那如果有个矿泉水，我觉得会很棒。但是呢，至少它还有饮料啦，至少还有可乐，然后还有香蕉，还有水果，这也是不错。然后这间旅店呢，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就是它没有那个附那个盥洗用具。就是牙膏、牙刷那些，你要跟他们柜台讲，他们才会拿给你。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算不错了。房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什么人家说什么空调的味道啊不好闻啊、发霉什么都没有。
就很舒服的一个环境。好，那赶快来休息了，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，明天大概6点半就要起床了，然后7点左右就要出发，明天行程也是满啦。好，明天见啦。那宇翔早啊，早安，有困饱吧？有。我困饱，我嘛不想困饱。昨天真的好累啊，然后反而睡不太早，因为太期待今天的行程。今天会去很多很漂亮的地方，这边的早餐很赞哦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各位这边的早餐超丰富哦，你们看，还有那个小汉堡，做够注意。中式的这边有粥啊，然后清粥小菜类，这边也有。再来还有很精致的，好像是法式面包吧，西式的东西。再来这边沙拉吧，你想得到的呢，我觉得刚刚看的这边都有，还有素食区，哇，而且他们都是做1人份1人份这样，很精致的感觉。还有水果捞配料区，这个也是在早餐中很少见的。最后我觉得最酷的是这边有师傅现场制作，看你要什么蛋，5种口味的蛋。你以为没有了吗？还有这么精致的，应该小朋友很适合小朋友吃吧？牛奶，然后配这个谷物类的东西。后面这边居然还有面包，我看到面包店而且都做得好漂亮啊，全部都是自助式的哦，很赞。现在整理行李了，包中包的概念，哦，真的很感谢这次出来有这一卡，超好用的。虽然看起来很巨大，但是也没什么违和感啊，蛮适合我这台车的。然后其他车你们看都好脏，每一台车呢都好像从土里面出来一样。但我觉得这就是环岛的乐趣啊！回去很脏，代表这趟行程已经去过很多地方。然后回去呢，再把车好好洗一下，再准备下一次的行程。哇，他们的车都好帅。好，等他们全部下来了，待会要出发了。新的650，哇，这个头灯比较新潮一点，像水滴状。然后这是上一代650，圆的。我觉得最大的辨识度就是它的尾巴，这个比较圆润，然后这个比较尖锐。大概这2台车新旧的差异在这边，2台都很帅啊。OK， 出发了，各位。那个有一位车友呢睡过头，那他说叫我们不用等他，那我们就准备先出发啦，因为今天要跑蛮多地方的。OK 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喽。谢谢哦。碍于片长的关系呢，我将这次的环岛影片分成上下2集。第2天我们要从台南市区来到全台湾的最南点鹅銮鼻灯塔。接着我们会在鹅銮鼻灯塔摸柴，这也是我们这次旅程的一个压轴啊。结束之后，我们要赶在天黑之前来到旭海，看那个旭海最漂亮的那个旭海美景。但从鹅銮鼻灯塔到旭海这段路会走一段非常非常漂亮的山路，龙盘大草原，哇，那个美景走过真的是毕生难忘。从鹅銮鼻灯塔到旭海这段山路，其实中间会经过一些管制站。这边再次感谢阿玩教我们如何避开管制站，走一条捷径，走一条小山路。这条小山路非常好玩的，有点小小的 off-road。就是这一段说长不长、说短不短的小山路，让我们几位新手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啊！因为这段山路确实有点挑战，要有点技术呢，才能够完整的把它骑好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第1天行程其实是非常的赶，因为时间如果没有拿捏好呢，一个行程可能就会严重的跌到。我们就无法在3天内完成，所以第2天跟第3天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凑。到底我们大家能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次3天2夜征服4极点的环岛旅程呢？那请期待一下我们下一期环岛的影片，我会赶快努力把它剪出来的，因为小弟呢身兼多份工作。感谢收看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这是吉祥物吗？这是什么？小羊？那是我的小羊吉祥物。哦，够注意。而且梦浪够。哇，超酷的啦！哇，这个没有白羊啊。等。如果会人的话，都要跟梦哥拿。我等下每个发。够啦。